在这一期的视频教大家怎样设置相机的高度和景点或者是拍摄主体的高度。我们一般有2种情况需要设置相机的高度，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航拍，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爬楼。这2种情况呢，我们都有2种不同的办法去设置。第一个办法呢，也是早期的 Plugin 的使用的方法，是在点击菜单到设置里面，然后在海拔的下面有一个相机的离地高度，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现在我已经不怎么使用它了。我一般这边我的默认就设为 1.5 米来表示我当前的三脚架的高度。当然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设置400米、500米这样呢，你任何时候在地图上任何相机位置都会有得到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如果说你航拍使用是300米或者是500米这种情况使用的话，是可以使用的。那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呢，就是针对爬楼，或者说你在航线规划的时候也可以这样使用，就是你添加一个标记。假设我在这个位置，我这边有一个楼，好，我们可以在这边点击加号，添加个标记。在这边呢，注意了，你一定要改成旅行下面的某一个类型的这个图标才行。比如说你选的第一个，大家注意这边呢会有一个相机的离地高度，你在这边设置，比如说设置为300米。那么这时候呢，如果说你把你的相机的位置，大家看这边是个设置为相机图标，把相机的位置设置在这就自动得到了300米的高度。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我可以比如放大给大家看一看，我在这边可以设置一个直径。假设你在一个楼房上面差不多10米乘10米的一个范围，那你就可以在这边设置为宽度设为10米，确定下来。如果我放大看，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范围。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把相机只要是移动在这个圈圈以内，它都可以得到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个300米的这个悬空高度。如果你这样拖到这个以外，这种情况下，它到这个圈圈外面了，那就不行了。只要在圈圈里面都可以，所以不一定是非要在这个标记的上方稍微歪一点点，只要在这个圈圈以内都可以得到它的高度。这是我平时建议的一种方法，因为这样的话，比如说你知道上海市或者北京市有一些爬楼的地方，你每个地方都可以设置这样一个相机的标记，然后呢，到这个地方以后，你就不需要每一次都到设置里面去改变相机的高度，只要你把相机把这个图钉放在了这个位置，它自动就会得到它的高度。好，那么这是关于相机的高度的这个设置。第二个呢，我们来说说景点高度。景点高度，比如说我在这一边有一个东方明珠，我添加一个东方明珠的这个高楼。好，在这边一般来讲我们会把它改成建筑物，然后这边我们设置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我还真记不得多少，我们不管，我们就假设它是500米吧。假设它是500米。那很多人认为你设了500米以后，如果我把这样一个位置设为我们的拍摄主体，我的拍摄主体自动就会得到500米的高度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因为这样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点击这个海拔落差，大家看到我这边有一个300米的高度，可是这边呢依然是0，为什么呢？因为我并不知道你对齐的是哪一个，或者说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添加标记有可能添加多个拍摄主体的标记，它是叠加的，我并不知道你具体指哪一个。那为了怎么才能设置它的具体是哪一个高度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关照阴影这一页来，在这里有一个主体的高度，这个主体高度才是你需要设定的一个高度。那这边有一个点击它，你就可以修改，你可以改成500米就没有问题了。或者说你可以点击这个附近标记的高度，点它一下，它自动就会得到500米的高度。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演示一次啊，假设我把这个标记拖到这边来，我先把这个清零给大家看一看。好，点击它，点击编辑它，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它就会自动从最近的一个得到一个高度。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再去点击这个海拔落差你去看的话，这边就是300米的你相机的悬空高度，以及500米的主体高度，包括这个地形这个的都能看得出来。这就是关于设置相机和拍摄主体的2个不同高度的设置方法。